刹车也不动，我有点怕。我每次到这个时候都有点怕，它不减速，哦，它降了。它会停吗？它不会停。它这个定速巡航往里面推一下就开始了嘛，它仪表上面会有这个菜单。我看一下在这个时速能不能用。啊，可以。城市道路通勤的话，我们用60，就往上再推小的那个，它就可以加速。我主要想试一下它这个自适应巡航有多厉害。OK， 我们变道过来，前面是红灯嘛。看它在什么时候会不会完全停下来，测试一下。我的油门是不会动它的啊，刹车也不动，我有点怕。我每次到这个时候都有点怕，它不减速，哦，它降了。它会停吗？它不会停。巡航控制已停用，降到20多时速，比较安全的范围内。由于那样不管怎么样我都能刹得住嘛。哇，这可以啊，这玩意儿。这个时速不能定巡航吧？无法激活，车速过低。看看40、43都可以。那我们就跟在这个车后面。其实现在这个龟速的汽车太多了，太多了。OK， 它加速了，我们先50。跟一段，就它是右转，但它非常的慢，就龟速车辆非常多。现在出租车都龟速，可调节距离，我拉到最长。看一下，其实像这个自适应巡航，对于汽车来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而对于摩托车来讲的话，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东西。怎么说呢？它的确是把摩托车这个东西变得越来越简单了。当然，它是一台 ADV， 很多朋友也会拿这款车去跑长途旅行。但是我觉得骑摩托车还是一个比较专注的事情。如果太舒服，会不会让人比如现在就已经开始减速了。如果太舒服的话，会不会让人犯困呢？摩托车犯困可不是一件好事。我不知道啊，就的确是很好用，但的确也很无聊。你在市区骑摩托车，你不需要干任何事儿，就离谱。调成3档以后，明显这个速度压得更远了吧？比如说，你看，我们现在变道到这边。它的油门会自己抬速，就这么一个逻辑。个人觉得3档的话，在高速上面会更合理一点，它的距离更长，而你时速更高嘛。然后我们在市区的话，我觉得没有必要调到那么远，调到1感受一下。不了，还是2吧，还得是2。1的话太近了。太吓人了！你看2档的话，在这个状态跟车的时候，它对它的时速没有影响啊。对，刚刚那个距离，我觉得它应该会监测到。把方向灯打着，因为我们要到右边了。那如果我现在立马变到它车身后面去了，它会怎么样？这个速度降得这么灵敏吗？这个反应的跟我人为操作其实差别不大呀。哼，减速，我还是怕。OK， 它减了。
我们自己接过来。它会把时速慢慢的减，然后再一下迅速的给你减到25左右，然后取消它的这个定速巡航。从我内心来讲的话，还是有点怕，因为它在我觉得可以收油的那个环节，它并没有，它是侦测到你到它的那个侦测距离以后才开始收油，然后给予一定的发动机制动。跟大家再说一下，就是这个风挡在昨天我省道跑的时候，的确是能把我整个头盔的面部都能挡住，挡得非常严。我身高1.77米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原厂的风挡对我来说是够用了，不需要再加高加大了，因为它抬的已经非常高了。其次还有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当你完全熄火以后，它的风挡也会自动降回到最低点，不是在一个状态上，它不是保持在一个状态的，就相当于这个车我有一个初始的形态，当我关闭了以后，我会恢复到那个初始状态，我不会持续在一个你改变调节以后的那个状态的，比如说这边红灯我们就稍微熄一下，看。收回去了，再打开会不会升回来？我想不起来了。不会，所以你还是要单次调。升回来了。我们启动以后它升回来。有一个聪明的人机。那我们再定到这个巡航里面吧，58。前面会有弯道，而且会上到我们这边的2环，这会儿应该没有那么堵了。刚刚它减速了，它监测到什么了？那个小车吗？不行，我怕，我给了脚刹车。我不确定它能监测到它。有定速巡航的话，当然是可以方便你的手腕不会酸痛，长时间的给油门。但是这个装了 ACC 以后呢，会不会影响你的驾驶警惕性呢？那就不知道了。我觉得会啊。看现在都是 ACC 在帮我操控。我们看过骑摩托车，左手不在车把上的，你很少看右手不在车把上的吧？特别现在还是在市区的道路里面，我放在这边，不是，我得搭在上面，你们大概能看清楚就行。可是这个。我也相信，就是这些电控它不会容易坏，但它但凡有一次监测不到，都很危险啊！这是摩托车嘛，毕竟，我是这种感觉啊，跟汽车不一样呀，不好说这东西。就在我的理解，就是 ACC 这个功能的话，在高速上面，那当然是非常好用的，肯定是非常好用的，因为首先车与车之间的距离拉得比较开。大家都是在一个那样的一个时速里面行驶，而且道路相对来说路况没有那么复杂。怕就怕什么，就是骑车的时候犯困，这是最害人的。比如说骑着跑过长途的朋友们应该知道，就是如果一段路过于平顺，且时速，对摩托车你超车你不断的超车。你可能会比较兴奋，但你匀速在一个时速在骑行的时候，你会容易犯困，而且里面听歌然后再加上疲劳的话会。那么有这个功能，我们跑高速、跑长途的时候那就太方便了。我只是觉得犯困的话，对，当然一天不要跑那么远，不要搞什么一天就500、1000公里这样的。不过骑像宝马这样的车，这样的 ADV 的话，的确非常容易跑一个很长的这个距离。非常容易。我之前
我上次跑一个1250，我上次拍1250的时候我也说，就是那个什么国外的铁屁股比赛，或者一天1000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宝马的这台车就应该被禁用，就应该被禁用，因为对于这台车来说，就有点降维了。不是，我觉得铁屁股这件事情，它考验的是人嘛，那你就不应该给人配一个太舒服的东西啊，你给，我觉得应该给配一台250的，什么样的一个 ADV 也好，400、500都行，你配一台公升的、满电控的，就是又舒服、电控又多的，你让人去跑，其实你把车给上油，让它自己跑，现在加 ACC 了，你就把它放到高速上面，让它自己跑，它也能跑，啊，只不过上面放一个人嘛。30行吗？35也行。这个定速巡航应该没错的话，就是在30以上就可以。然后你长摁这个往上拨的这个，它就是一下给你加10码。看，现在就是60，往后降50，不是，往后也是降10。等你长摁的话，它是加10和减10。单独拨一下就是1，这个很明确的这个。对，你看30以内不行，过30就可以。这个定速巡航，靠！我发现就是在这个定速巡航的过程中，我们是可以进行变档的，3档啊，看它不会影响。我现在在使用它的快排进行换挡，的确是把这个人的这个作用降到了极致的小，全部交给车辆。我的给一个提速，不，就是这个车移开了，然后他要把这个时速加回到60，然后前面又有一辆车，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我明明知道前面那个车离我距离其实没有很远，但我还给了把油，然后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还要靠他再给我降速。因为我在使用 ACC 的时候，我在使用定速巡航的时候，我已经基本上没有对车的任何操控的感受了。好像什么感觉？就是一台行驶中的摩托车，你跳到这辆车上面，你突然对它进行一个操控，有这种不适感。对，刚刚那一下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相信这个它的这一套系统。这个离合非常的轻啊，一根手指头是可以的，就一根啊，非常轻。稍微快一点。不对啊，我刚刚是41、42这样一个时速吧，我往上推，按道理它加10，但它是给我默认到50。你这车离我是不是有点太近了，哥们？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它 ACC 在城市里面的那个使用场景。省道啊、高速啊，这个昨天拍了一些省道嘛，但是雨下太大了，那个素材也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然后就基本上，如果城市道路它的这个反应可以这么灵敏的话，在高速上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需要适应，还是对这个没有非常的信任。对。已经是一台非常完整且舒适的 ADV 了，就是各个方面的性能都很棒。现在又加了这样的一个配置，太香了。而且它比较让我意外的是什么？就是原地状态下，你看它那个车身降低，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先降车头，再降车尾吧，还是先降车尾再降车头？它的这个降低车身在行驶过程中，就是你即将要停下来，包括你停下来以后。它的这个操作是让你没有体感的，就是你不知不觉中这个车身已经降低了，包括升起的时候你也感受不到，只有在原地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它一前一后的那个升降，这个太厉害了。
我包括现在在行驶过程中，我是完全感受不到这辆车正在升高，可能现在已经升高了，但我感受不到，但我只能从我的视觉角度来感觉我抬高了。对，今天这一期15300分享到这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，peace。